要说近年来最成功的奥特曼作品，奥特银河格斗命运的冲突绝对名列前茅。作为银格的第3部作品，完美衔接了银格2的剧情，不仅有令加诺亚无限梦现实返场，并且结尾还给观众留下了极大的悬念。但万万没想到，3年过去了，奥迷们仍未等来银格4的任何消息。那这一期让我们回顾这部奥特银河格斗第3季，为何让人看完后期待感拉满？自银格2尤利安公主被塔尔塔洛斯挟持，并威胁奥特战士交出光之国后，光之国便紧急商讨救援及作战计划。在奥夫的领导下，以银河救援队的美洛斯为中心，组成尤利安的救援小队，以乔尼亚斯与梦比欧斯为教官，担任奥特警备队的作战指导，并让佐菲与泰罗前往国王星寻求奥王的帮助。而泰迦3人小队被任命招募其他的奥特战士加入奥特联盟，他们的首选目标便是之前共同战斗过的新生代前辈。不过新生代们为了追踪贝利亚的恶魔碎片，全都分散行动了，因此泰迦3人小队兵分3路寻找各位新生代。此时在研制行星佩诺鲁，银河正与维克特利鏖战吸收了恶魔碎片的贝蒙斯坦，但两人并未讨到一丝便宜。就在这时，泰迦闻着味便找到了这里。3奥随即联合对战贝蒙斯坦。为了尽快收集恶魔碎片，维克特利化身骑士形态，挥舞骑士剑笛摧毁了贝蒙斯坦的腹部吸收光线能力。随后，泰迦化身玉坤形态，银河化身斯特利姆形态，并同时发射斯特利姆光线，彻底将贝蒙斯坦击败，也终于将恶魔碎片回收。而泰塔斯来到了银河帝国遗址，与杰德、艾克斯一起对抗贝利亚银河帝国的残存势力。正因为贝利亚恶魔碎片的存在，所有的残余势力都在保卫着这个碎片。眼见黑暗洛普斯以及帝国机兵大量压境，大孝子杰德直接释放十字冲击波，将眼前贝利亚遗存的家产全都一击消灭。此时2个洛普斯突然出现，将杰德钳制住，但泽塔惊艳亮相，并快速加入到了战斗。在泽塔的帮助下，杰德再次化身银河出生形态，一发等离子光轮就将眼前的敌人击碎。眼见如此，艾克斯也化身哥莫拉装甲形态，施展哥莫拉震动波将洛普斯打爆。而泽塔也不甘示弱，化身贝塔冲击厨神形态。泰塔斯看着一身腱子肉的泽塔，顿时一通夸赞。2奥随即也展开战斗，并同时发射必杀光线，将眼前的机器人击碎。更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，泽塔化身伽马未来形态，直接召唤出平成3杰加入战斗。这也是银格系列的首次登场。迪迦几番拳脚之下，立刻发射栽培里敖光线解决了战斗。戴拿也发射索尔杰特光线将对方击碎，而盖亚用量子流线击败一架帝国机兵后，再次施展光子之刃，将其余的黑暗洛普斯击败。而本体泽塔也施展泽斯蒂姆光线，击碎了眼前的黑暗洛普斯。此时艾克斯也已经化身超越型，发射艾克斯头标光线将战斗终结。随着杰德和泰塔斯将剩余的残存势力击碎之后，也终于回收到了第2块恶魔碎片。而在风马这边，竟阴差阳错间先一步找到了吞噬恶魔碎片的石油怪贝斯塔，他也不做过多纠缠，直接发射极星光波手里剑，将贝斯塔彻底击败，并将恶魔碎片收入囊中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此时一位女战士突然杀到，而她正是亡灵吉娜。因为塔尔塔洛斯也盯上了这些恶魔碎片，并让雷伯特斯将吉娜复活。但为了让自己的哥哥莫尔德和弟弟宙达复活，吉娜便在小金人的指示下收集恶魔碎片，而风马恰好撞在了他的枪口上，几招之下便将风马击退。而就在此时，罗布兄弟与欧布终于到来，于是4奥合力对抗吉娜。在吉娜光边的束缚之下，欧布直接化身暗耀形态，在挣脱光边的同时，立刻发射赛特修姆光线，却被吉娜灵巧躲过。随后布鲁化身大地形态加入战斗，一发大地裂崩也被吉娜轻松躲过。紧接着风马和罗索旋风形态立刻支援，然而也只是刮了个痧，但这也激怒了吉娜，立刻蓄力发射无数光炭，竟将4奥打得抬不起头来，以至于恶魔碎片被吉娜轻松夺走。4打1还能打输，属实难崩。然而这让新生代耗费精力苦苦追寻的恶魔碎片，竟被摘阿斯伯伊纳伊斯格利乔在怪兽牧场轻松找到。而原本设定极强的摘阿斯，在这剧中直接和奈伊斯伯伊成了光之国搞笑3人组，并且战力十分羸弱，3人甚至不认识眼前的恶魔碎片。而格利乔一眼便认出了此物便是哥哥们苦苦追寻的恶魔碎片。3人一听直接被吓傻了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道光线突袭而来，将4人击倒，来者正是亡灵吉娜。而当格利乔了解吉娜夺取恶魔碎片是为了复活自己的哥哥弟弟时，感同身受的格利乔还想用嘴遁阻止他，但毫不意外的被吉娜牢牢钳制住。此时塔尔塔洛斯带着雷伯特斯以及百特星人也赶到了这里，并一发光线将格利乔紧紧束缚住。奥特三傻还想上去帮忙，却直接被雷伯特斯拦住了去路。3奥顿时被吓得不知所措，只能被迫与雷伯特斯战斗，但也只有被其单方面吊打。而在一旁的百特星人竟开始吸收格利乔的能量，跟之前奥特黑暗杀手一样，复制出了黑暗格利乔。
两个格力乔直接展开了战斗，但本体格力乔几乎不是黑暗复制体的对手。就在复制体刚要解决格力乔之际，一道光线袭来，将格力乔救下。泰迦三人小队以及银河维克特利罗布兄弟终于赶到，双方立即展开了大战。泰迦三人小队联手对抗百特星人，并且很好的将其压制住。但为了快速解决战斗，泰迦三人小队再次化身三重斯特利姆形态。而罗布兄弟以及银河维克特利、四奥联手对抗塔尔塔洛斯，但发射的光线全被小金人挡下。于是新生代再次施展融合之力，银河维克特利和罗布再次登场，两位融合奥再次鏖战小金人。而另一边的摘阿斯三人小队似乎情况并不乐观，甚至都做好了被雷伯特斯击败的准备。就在这时，欧布和艾克斯及时赶到，挡下了雷伯特斯的这一发能量球，并且都是以各自的最强形态迎战。此时泽塔和杰德也姗姗来迟，吉娜便成为了他俩的对手。但吉娜的单体实力十分强悍，杰德立刻化身尊皇形态，泽塔也化身德尔塔天爪，双方的交战也慢慢来到了尾声。在摘阿斯奈伊斯以及博伊的共同协助下，格力乔也感受到了伙伴的羁绊之力，一脚奥特飞踢终于将复制体击退。随后两个格力乔展开了最后的对波大战，起初两人势均力敌，但在三人气氛组的鼓舞下，格力乔终于战胜了黑暗复制体。而此时的泰迦也施展彩虹斯特利姆射线，也将百特星人彻底击败。另一边的欧布与艾克斯也打得雷伯特斯几乎丧失了战力。眼看情况不妙，塔尔塔洛斯施展绝对毁灭，打断了四位融合奥的攻势，并决定让雷伯特斯进行最后的计划。只见小金人稍一蓄力，4块恶魔碎片纷纷聚拢。雷伯特斯见状，召唤出莫尔德以及宙达的灵魂，并在恶魔碎片的帮助下，直接召唤出了终极战斗仪。随后，他以吉娜为依托，将莫尔德以及宙达的灵魂融合其体内，完全体古阿大帝正式登场。小金人以为稳操胜券，带着终极战斗仪离开了此处，而古阿大帝强大的实力让各位新生代感受到了深深的压迫感。在双方的一番交战之下，各位新生代战士并不是其对手，而且古阿稍稍蓄力，无数的粉色光弹迸射而出，打得各位新生代纷纷破防。眼见如此，众新生代也将祭出最后的王牌。在罗布与格力乔融合成为格罗布以及杰德化身终极形态后，各个新生代究极奥再次将能量灌输到泰迦的奥特之脚上，新生代最强奥令加再次登场，只剩泽塔在旁边孤独吃瓜。不过古阿似乎照顾了一下泽塔，幻化出2只龙虾怪成为了泽塔的对手。而古阿与令加的终极对局也将展开，两者看似缓慢的攻击动作，实则暗藏极大的能量碰撞。但令加几乎以压倒性的优势，直接将古阿一拳击退。2个龙虾怪也不是泽塔的对手，只见泽塔一发迪斯西姆切割，就将2个龙虾怪彻底终结。紧接着令加也深深蓄力，一发令加终极爆冲爆射而出，无法抵挡的古阿直接湮灭在了火海之中。此刻的危机也终于被化解了，但万万没想到，此前被小金人招揽的贝利亚和托雷基亚突然出现，一把便控制住了杰德以及泰迦。此时的他们得到了阿布索留特粒子的沐浴，实力早已突飞猛进。泽塔本想去救援，但不仅被贝利亚压制，甚至还被其夺走了贝利亚黄昏，直接打回了原始形态。但贝利亚和托雷基亚并不做过多纠缠，直接飞离了此处。而接下来也将迎来奥特一族与阿布索留特一族的终极大战。